如果你受够了上班，裸辞开一家小店，真的就会更加自由吗？不用固定的待在一个地方，就跟我喜欢送快递一样，我的付出它都能得到回报。而你创业卖的是一种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听过的食物，你是在寻找蓝海，还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它哪怕是在广东，都有很多人不接受擂茶。它最重要的就是蔬菜和茶叶打成的那个茶膏，就我们把擂茶完全当成一种酱料来用。这个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好吃，我原来以为这个东西很难吃，你知道吗？在上海开店的一些其他朋友说太小众了，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做起来。当你学了很多年的艺术，最后却没有成为艺术家，这算换一条路还是失败呢？学艺术它本来就已经比文科生更不好就业了。如果我当时有能力考一个清华美院或者中央美院，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店里所有认识的有趣的客人啊，包括你啊，包括其他一些人都按照这个店的模板一模一样的画进了海报里。在全世界美食高密度的上海，有一些食物你不仅没有吃过，你可能都没有听过。今天我们就在上海探秘一家全中国除了广东以外唯一一家以擂茶为主题的餐厅。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带领我们的老朋友阿乐一起，让我们来探秘一下擂茶究竟是什么，然后我们以擂茶风味为基础又做了什么样新的尝试。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那么话不多说，就请大家跟随我们今天的视频，开启我们的美食探秘之旅吧。Let's go！ 阿乐来自汕尾，学过艺术，送过快递，如今在上海经营着一家36个座位的擂茶店。距离上次采访已经2年过去，他看起来过上了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做自己的产品，认识有趣的人，也不必坐在办公室里听别人安排。但当一个人真的开始创业，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产品怎么卖，员工怎么找，失败怎么面对？让我们先从他的擂茶店开始说起吧。那今天呢，我们来到阿乐新店，那么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两个分别是什么东西？因为擂茶这个东西，哪怕是在广东，因为它属于一个客家文化的东西，它哪怕是在广东，我的同龄人其实都有很多人不接受，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然后我因为又会从小吃到大，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把擂茶在上海想再做一家店。我面前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擂茶的配方，但是是比较新式的做法，因为里面有一些配料啊，包括一些青菜的种类，我们都做了变化。传统的擂茶会很多菜，7、8个菜，大家一起选自己喜欢的加进来。我们这就帮大家选好了可能几个我觉得比较 OK 的东西，有点日式的一种新的呈现吧。因为我之前读书的时候会很喜欢吃青酱意面，擂茶当成像青酱一样的一种调味料，跟上海的夏天会有的凉面，然后还有日本的冷蘸的荞麦面做了一个结合。是做蘸面的做法去蘸面呢，还是说我可以把汤倒进去这样吃？根据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吧。有的人喜欢比较素一点的吃法，就可以蘸着吃；有的人喜欢配料一口超级丰富的，就可以把这些配料，主要是鸡丝啊，还有一些青豆为主的配料先加进去。我现在感觉一个食物在上海要卖出去啊，它得好看，而且要有趣。那我觉得这种组装的方式呢，特别是对于一款这个大家陌生的食物来说，其实会提升大家对于这个天然的这个兴趣。凉面，是不是有一点上海的风格在里面？因为我很喜欢吃上海的凉面，但是它只有夏天才有卖，我冬天也想吃。上海的凉面大家都有吃过，我们上海人吃什么凉面呢？麻酱嘛，茭白啊，肉丝啊。那么在日本呢，它也有蘸面，对吧？它也是冷吃的。那这个我觉得是它很多风格的结合。首先从原料上来讲，荞麦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嘛，它也是这个好的碳水，它里面同时还加入一些豆子呀，然后还有一些鸡肉，我觉得整体吃上去会比较健康。而且啊，就我也不怕阿乐生气，我们都很熟了嘛。这个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好吃，我原来以为这个东西很难吃，你知道吗？不好意思啊，就因为我原来以为这个东西绿色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绿色的东西，你知道。但这个东西吃上去以后还有滋有味的，它并不是那种拍不下去了的。我喜欢这个评价。擂茶其实是起源于客家文化的，客家人又是一个一直在漂泊异乡、客居他乡，然后在广东啊或者什么广西、贵州，甚至是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都非常多的数量的一个族群。在我的理解，擂茶它最重要的就是你蔬菜、茶叶打成的那个茶膏，然后再配合一些五谷杂粮，还有你身边有的一些食物，不像说啊我做本帮面啊，我做什么螺蛳粉啊，它有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标准，就这个是最正宗的广西味道，这个是最正宗的上海味道。但是呢，擂茶它就是一个每家每户做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哪怕你就是一个村里的，都是那种十里不同音，然后隔壁做的擂茶就是不一样的味道。我想让它变成一个大家接受度更高的东西，就把它的风味往罗勒的味型上去靠了。
因为我觉得像意大利的青酱啊，或者是其他罗勒风味的一些东西，大家接受度更高。然后从这个味觉上，我觉得它更加清新一点，因为深圳或者是客家那种传统擂茶，它的那种草药味或青草味太浓了。这个里面呢，我能在我吃完以后，压在我舌根上是这个罗勒的这个清香味。那么现在我想吃一下这些小食，阿乐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想做这个？应该是鱼饼、鸡翅和萝卜丸嘛？对，萝卜丸。为什么你想做这3种小吃呢？我觉得首先这3种风味都是能比较代表我家的那个地区的，像鱼饼就是汕头啊或者汕尾，广东地区都会非常出名的一个用那哥鱼做的一种鱼糕。然后我们是把这个鱼糕炸了之后，蘸了一点海苔碎，还有我们老家炸什么墨鱼丸啊，什么都会蘸的一种金桔油。鸡翅呢，主要是一个盐焗的风味，当地才会有的南姜啊这些香料去腌它。但是这个萝卜丸，在我的印象里，它应该只有我老家碣石镇那个地方上会有这个东西，我们叫菜头丸，因为菜头就是萝卜的意思。以前我小的时候，老欢喜吃搿只油灯子，因为它呢油灯子里向就是萝卜糕、萝卜丝和面团。我觉得它就有一点像北京的炸灌肠那种，就是表皮是脆的，但你吃到里面是软糯的那种碳水，加上一点萝卜的甜。荞麦面还有这个米饭这个版本里面，你们擂茶里面的配料选了什么样？就像你的那个绿色的擂茶的荞麦面蘸汁，跟我这个擂茶饭里的绿色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的那边是凉的，里面会加了一些酱油啊、葱油啊，然后花生酱、香油之类的，适合夏天凉拌。然后我这个就是纯的蔬菜、罗勒、一点花生和芝麻，还有铁观音。就我们每个东西都是绿的，但是每个东西都是不同的味道。就是有碳水的部分，我们大概是青豆、鹰嘴豆或者辣味饭这个选择，大家可以选。蔬菜的部分大部分是西洋菜和菠菜，蛋白质的部分会有一些豆干，还有一些海鲜干货。然后我们在里面会加一些腊肠啊、瑶柱，然后鱿鱼丝，都是从我老家那边寄过来的。真的是我爸的高中同学，然后在老家做干货生意的。因为我们会以擂茶为基础做一款吐司，可能会做一些青咖喱之类的东西。就我们把擂茶完全当成一种酱料来用。抹茶专门店或咖喱专门店或者怎么样，就把擂茶当做一个元素运用在不同的料理。对，其实就像意大利的青酱，它可以做一个意粉，它可以做通心粉。在上海开店的一些其他朋友说，你这个东西太小众了，大家没有接受度，没有辨识度，没有一个初始的概念，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做起来。之前我们在开店之前也有所了解，我如果要做，我就想做一个市面上完全没有的东西。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过这个东西，了解过这个东西，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一家店或者没有一个地方让他去真的做一个尝试。然后我想让大家就第一次接触擂茶的人可以知道啊，有一个这么东西存在，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味道。偶然得知啊，他是留学生，然后也是学艺术的。你自己在小红书简介里面也写了，你是一个不正经的一个厨师或者不正经的美术生。你会介意别人叫你落榜美术生吗？不会介意啊，因为它就是现实，它就是很正常的现实。就如果我当时有能力考一个清华美院或者中央美院，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你是在哪里上的大学来着？在米兰。那相当于国内的是什么？比如说专科、本科还是硕士？对，它有分，就是有些是教育部认证的那个本科的学历嘛，都出去了，肯定多少得本科吧。我没听过谁在国外读大专的吧？漂洋过海读大专有点厉害。对，这个也没有。你店里面现在有哪些东西是你学完艺术以后自己给它嘚出来的呢？环境、空间、海报啊、平面这些东西，软装啊，或者缺一些小插画的东西，就像这些窗，大部分人会用窗贴嘛，我们就会自己拿马克笔画。做饭或者餐饮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很直接的，我通过食物，我呈现的嗅觉和味觉，然后让你能在这一刻感受到开心和满足吧。没有说让人开心，它就是一个低级的艺术，或者说它不是艺术。开店2年了，你现在2家店，你觉得更自由了吗？现在有很多人想创业。OK， 我觉得就看你对于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朝9晚5的工作，周末不用加班，下班你就可以不回工作消息，那也是一种自由。如果我有这种自由的选择，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但我想的更多的自由就是我人不用固定的待在一个地方，就跟我喜欢送快递一样，我的付出它都能得到回报。你现在其实也不算是老板，我觉得你是 self-employed 自雇者创业型，对吧？你把自己的工作时间、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尤其重要的。我们前面一下提得很高啊，大家热情很高涨，但其实现实很残酷的。有什么你想劝退年轻人的吗？再让我选一次，24年的时候，我会不会做餐饮这件事情，我应该都会考虑一会儿吧。你适不适合做一个服务业的人？口味这方面有没有你的判断的一个标准，是符不符合大众的？
因为我本身就住在梧桐区那一片嘛，然后你能看到来来往往，其实变化的店特别多。今年是他们，明年又是他们，很多店可能2-3个月就门头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所以一个人假设说他在公司里面上班，他一个月税后是15000块钱，那么一个餐厅付出他的成本算下来，他的餐厅结余，那么多人在忙活，他忙活了1个月，他餐厅结余算下来，这个餐厅的利润是4万块钱，但是他是2个合伙人，就一人一半，就是2万块钱，这也是2万块钱。比如上海的探店有很多探上海的新店，为什么有探很多上海的新店呢？因为老店已经倒掉了，就是新的店再一茬一茬长出来了。上海这个充分竞争市场里面啊，其实竞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那天我看了一个新闻，他说有一家店很著名的一家店，做牛肉的自助餐的店，他在西安卖的价钱比上海卖的价钱还要贵，充分竞争市场。所以导致它在产品、服务、价格等等方面极致的卷。就像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刚毕业的学生出来以后，你们觉得他是先去创业还是先去上班呢？不要脱产去想你要做什么，你无论是做什么工作，你去当个保安也好，拿着个5-6千块钱，然后我一边想我适合做什么工作，一边收集资料，一边去探索市场行情。然后等我确定了要做什么，然后我再去做这件事情。大学你其实有很好的试做的一个条件，你身边也有很好的一些客人的资源，你无论是帮同学啊收集一些有用的资料，然后整理卖给他们，或者说做一些简单的食物，或者说跑跑腿，我觉得都能有还不错的一个收入。我其实比较建议的是，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兼职啊，或者在大学里当 CEO 都可以的，你要去思考这个产品背后它解决了谁的什么需求，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假如说一个人来圆梦记录面试，我只会大概注重他是比如说他是专科学历、本科学历、硕士学历，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看他做了什么项目。我比较喜欢，就哪怕说你说我是个拍抖音的，我都觉得这个他比什么得了什么班级荣誉班长这个要含金量太高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会让我感觉说你这个人至少有动手，有这个兴趣来做这个。我这次到美国去很多餐厅学习啊，我感觉他们就是高度专业化人才。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在加拿大，你做 housekeeping 打扫卫生的这个家政阿姨啊，3小时的工资是300加币 ，all right。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是高度专业化。国外房子它有很多这个顶啊，会修这种桌子啊，什么木头修这种顶。他们老外是什么呀？一辆面包车，一个小车。开来哆啦 A 梦的宝箱啊，里面有什么工具栏啊，什么乱七八糟，你都可以修的。他们开着一个车去任何地方了。好，国外的摄影师高度专业化，他们呢就是一个摄影师单兵作战，所有的器材都有，然后所有的 log 拍摄都会用，然后曝光什么都会正，然后很擅长去做自己的 presentation。我觉得 presentation 是特别重要的。中国人他有70分的能力，他只说自己有50分；白人他有50分的能力，他就说自己有50分；印度人他有70分的能力，他说自己200分的能力，你知道吧？对，他其实大家都是70分的能力，但最后录取的就是印度人。阿乐，比如说你来面试我。好，那今天到了之后，那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份工作？你为什么觉得你跟我们的岗位是匹配的？你有什么特长？这个乐总你好啊，我叫于润，我的中文名叫于润元，我的英文名叫 Ryan。那么我这一次来应聘的是贵公司的新媒体运营岗位。我本身呢是在餐饮业从事了2年左右的时间，帮餐厅拍摄这种产品的视频的，所以我对这种产品有这种很天然的喜爱，以及工作的热情，以及工作的经验。我在过往在某餐厅工作，在哪些餐厅拍了多少条视频，这些视频分别发送到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视频号等等，取得了多少的数据。当然数据是和运营有关系的，我只是把我这个拍摄的东西做到最好，我在其中还不断的看这个新媒体的运营，我在看怎么样把这个食物的这个视频以更有趣的形式呈现给大家。为什么我要选择来你们店呢？因为我觉得首先从大的方向上，你们品牌的逻辑，你们品牌的这个企业价值和我自己的个人价值很相符，都是积极进取，然后不无意内卷，而且是爱玩新的东西。第二，要做的事情来说，我觉得能够展现我的自己的专业度，无论是您雇佣我也好，或者我作为一个 business partner 也好，我能为你出谋划策，节省你很多思考的成本，然后给你很多 idea。比较完善的一个回答，因为像如果面试者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段话知道我花多少钱，
我的成本，假如我花8000块钱雇了你，我能获得什么啊？我能获得这些平台的曝光，我能获得这些播放量，然后我也知道这个播放量也不是你能固定的一个好坏，而不是我花这个钱我得到了一个于润元男来自上海盲盒，对吧？对，就能力不知道，做过什么不知道。我现在比较喜欢你们的这个干拌的粿条。当初拍的时候，你们有拌粿条吗？有啊，当时你吃的是公仔面而已啊，公仔面做外面吃的。我记得你们那个辣椒特别辣，对吧？冬天那个风吹的，就你们店的这2年之间，我看你们做了很多这种软装。我看到背后呢有个特别好玩的海报，你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海报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把它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在开店的过程中认识了非常多有趣的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香港人，从小在伦敦长大的，然后他在主业是个平面设计师，他在伦敦也经营了一家自己的面馆。第一次看到我们店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店特别像他想要呈现的那种风格，跟他的面馆很像。所以就是一见如故，店里所有认识的有趣的客人啊，包括你啊，包括其他一些人都按照这个店的模板一模一样的画进了海报里，都是根据我们真实的记忆还有每个人物的特点，很用心的去做的一个东西，不是说写的随随便便的 slogan。在乐发这家小店，就是我吃了2年，我觉得吃出它比较有人情味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个东西很抽象，但是我可以从几个具象的东西给大家去描述。首先，什么是人情味呢？就是我之前听说了一个。人对好吃的记忆是什么？是你小时候你大脑记忆的一个映射。就比如说你小时候你妈妈给你做了一个菜，然后它被存储在你脑子里面的一片区域里面的一个记忆里面。你长大以后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区域和这个味道做对比。虽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也有2年的记忆了。遵循的也是去用真材实料去做事情嘛。所以真材实料，然后你一个时间上的叠加和你一个用餐环境上，就形成了一种好的记忆。然后这个好的记忆呢，就给你很好的感觉，最终呢就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然后并且让吃上去很舒服的一家店。我就是跟大部分人一样嘛，就知道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然后知道所有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IP， 或者说该做自媒体，但是我始终就是走不出那一步。我会觉得啊，我可能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个东西也没有，又不敢面对镜头说话，感觉所有拍自媒体或者拍 vlog， 我就一定需要一个 Osmo Pocket， 或者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设备？那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一个真正想记录的人来说重要吗？首先看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你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东西，然后你问 GPT， 这个地球上有我这个目标的人哪些已经成功了，然后你就在想你怎么抄他们。你抄着你就有自己的东西了，你抄着你就会想到哦，原来他是这么思考的呀。我读书的时候，我以前读书特别差，但我很喜欢就是说跟好学生一起玩。我就是看他们的学习笔记，因为书我看不进去的，这书太难读了，我就看他们是怎么去学习的，我就去倒推说，哎，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你的目标比你的恐惧要来得更大。你是觉得在别人面前说话丢脸呢，这个事情比较重要，还是你觉得你通过自媒体让大家都明白你的故事更重要呢？就是你要这个想法。很多人上镜是因为有容貌焦虑啊，或者害怕自己不够好看啊什么的，但其实大部分自媒体人，你其实录的，你不是明星，你不是什么，你不用考虑那么多。大家要看帅哥，大家直接在小红书上面搜王嘉尔3个字就行了，不需要搜索于润元 Ryan， 对吧？这期视频里面，我们不仅带大家吃了这个擂茶，还带大家品了这个阿乐老店粿条店，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种比较偏深度、偏时间长的这种视频播客的访谈。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创业，然后关于食品、关于美食、关于就业，以及关于在这个大的浪潮之下，我们这种个体怎么样去发展会比较好。所以其实落榜美术生他虽然落榜了这个榜，对不对？但他上了这个榜，他现在在新的榜单里面了。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喜欢阿乐店，不要忘了点赞、评论、分享、关注、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好了，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OK，see you，拜拜。